再说一遍啊，路障给我挪开了！还没检查，路障怎么可以移开？笑话！别说你们这种下级军官，就是顾司令、胡司令来了，一样要检查。哎他妈的！你兔崽子敢这么放肆的？宪兵队是拖着撑凉伞，无法无天了是不是？我看你就是关我枪快！再说一遍啊，我是去关山执行公务，把路障给我挪开了。哎，弟兄们，下车！下车！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了是不是？路障都给我挪开了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就你们这些人都成马蜂窝了。你们仗着人多，敢这么对待我们宪兵？我是教训教训你，让你长长记性，不把我们城防司令部放在眼里是不是？没事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吵起来了啊？报告中校，这些人不接受检查，硬是要闯过关卡。你们是哪部队的？我是城防司令部的副官杜老三，前去关山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军务在身，不得不这么做。我们也是受特派员的指令在这设卡检查，为了确保关山刑场的安全，特派员指令啊，任何车辆和闲杂人员都不能过关。这位长官啊，城东监狱刚刚遭到了游击队的突然袭击啊，特派员命令我率上一个排啊，前去关山支援。这么说，你是城防司令部的啊？那你还让你的手下拿着冲锋枪对着我们宪兵队？这不是着急吗？赶时间呀！啊，这争取时间，要不然这共军和游击队可……你这是在帮共军和游击队的忙吗？这不是啊？放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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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！对不起了，长官。杜副官，你军务在身，我也军务在身，我们在执行任务，所以履行检查，这是必须的。长官啊，时间可不等人，能不能快点？这特派员的命令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我们的任务是防止共军和游击队蒙混过关，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力嘛。说得好。你们两个给我在这儿好好照顾一下这位杜副官。是。我和弟兄们过去看看他们队伍中有没有共军和游击队。等等，这些弟兄们，那可是跟我出生入死好多年了。现在是军情危急，不得不防啊！啊！我列好队，接受检查。你们这些共党分子们，听好了，今天死也让你们死个明白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前来救援你们的共党游击队，也许现在去了城东的监狱，也可能去了城西南的福山。他们万万不会想到，你们今天会在这里关山，而且我赵水彪亲自送你们上西天。听这位长官的，列队，有请，立正，向后转，向后转，背着，哎，都举动！我们是太湖游击队的，来了，不许动！谁敢动，我今天送他去见阎王！快命令你的手下放下武器！杜副官，你不是很会算时间吗？我让你30分钟赶到关山刑场，我现在给你5秒钟的时间，让你的部下放下武器。要是超过5秒钟，因为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。我告诉你，我杜老三没有叫部下放下武器投降的习惯。哼，没这个习惯。不管我告诉你，我也有个习惯，就是不允许别人不服从我的命令。1、
2、3、4。快点，这，对吗？放下，放下！好死不如赖活的吧？副总官，你现在听我的命令，带着你的部下在那边站好啊，不许回头，在那好好的给我待上30分钟。谁要是敢回头，我一枪就崩了他。说好了，我走太长。你放心，我们优待俘虏一个都不下。快点，弟兄们，向后退！好，快点，坐好了，快收拾武器，上车！快点，捡起来！谁回头，我一枪打死他！开车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预备！市长，还是没人接。你亲自去把他们从家里头一个一个都提溜出来。是。这群混蛋、王八蛋！他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这是 AM 计划的重要摘要，照片呈现的不是太清楚，我用放大镜照着重新抄写了一遍，严格按照我抄写的发报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去吧。队长，电报发了，发完了。又跟阿华斗嘴了。哎呀，我就是关心了他一下。知道你关心他。玲玲啊，关心人要知道方式方法，要知道动脑子啊。你呢，就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。俗话说，只有不会打扮的姑娘，可没有不漂亮的姑娘啊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在江那边的时候，每天我穿着军装，拿着枪打来打去的。哎，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一个女人。但是到了东吴以后不一样了，我们接受了不同的任务，所以每天我都要梳一个漂亮的头发，要换不同的旗袍，
要穿这个我根本不愿意穿的高跟鞋，最重要的还要化一个漂亮的妆。所以你啊，也要知道打扮自己啊。嗯。你看看你这个头发，现在乱的，是吗？别抓了，越抓越乱。多漂亮的玲玲啊！梳梳刘海啊！哎，队长，我整天看你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，那么爱不释手。说吧，是哪个男同志送给你的？他教给你要打扮自己的吧？我要跟你说，是薛振东送给我的，你信吗？我信。真的信啊？我真信啊！你傻孩子。错了，这是我姐姐送给我的。你姐姐？看看。哇，你姐姐长得跟你一样好看。我姐姐比我漂亮多了。哟，还谦虚上了呢。我们姐妹3个。大姐和小妹妹都比我美，我觉得队长最好看。怎么回事？当巡逻队发现他们的时候，这些人在市长办公大楼外，是想进去呢，还是进去以后又出来，不得而知。有没有盘问？一碰上就交火了，没法盘问。人看清楚了没有？天黑没法看清楚。据值班班长说，好像是2男2女，可能是渡江过来的那4个。白哥一伙人，啊，让你们找不到，送上门了你们又抓不到，自己毁了车还死了人，人家却毛发无损。你们还好意思说啊？我还不好意思听你。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。不是明处暗处，那就是阴处阳处。请司令明示，什么是阴处阳处？让我明示？我还不知道谁给我明示呢。昨晚上也不是一点战果也没有。其中有一个共军打中一枪，打错什么位置不清楚，那还站着干什么呀？啊！快把全市大小医院和药店都控制起来！见到有枪伤的、买药的，抓！是。干嘛？顾大哥，照你这么说，那4个共军是专门来暗杀金大哥的。我这么说了吗？净扯淡！哎，你2位老弟放心，共党绝不会派4名共军专门过江来杀我金祖廷的。我金某人没那么重要，他们非常清楚。杀了我金祖廷，还有尹祖廷、童祖廷，还有姓尹的和姓童的。胡老弟，你好歹也是个司令啊！啊，那我说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不会呀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胡老弟，我劝你以后在场合上还是少说威驾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为的是别让别人瞧不起你呀！谁瞧不起我？我他妈枪崩他！哎呀，胡老弟，你可真算个人物了。那当然了。什么叫是个人物？我这个人那是个人才呀！整个阳澄湖一带就除了我一个，就是东吴也排不出第2个来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什么事儿这么高
高兴。哎，我问问你们，今天是几月几号？几月几号？你卖什么关子？给你个机会，今儿几号？1949年3月23。3月23。对，3月23号。可一定要记住这个伟大的日子，就在今天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，已经从西柏坡顺利的移师到解放了1个多月的北平了。到北平了？对，真的！来，庆祝一下！这要庆祝一下！来，走，赵家商量。干杯！可是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在和谈幕后正在抓紧实施3到6个月之内大规模的扩军计划。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已经设置了14个编制司令部，企图重建400个师，恢复3年来被歼的队伍。蒋家王朝都已经大势而去，这个蒋介石还想负隅顽抗。AM 计划实际上就是蒋家王朝针对我军渡江制定的一个计划。他们知道长江他们肯定是保不住了，所以在逃跑之前制定的阴谋诡计。哎，你说说，这人都要走了，还制定什么计划？而且还给咱们留下了一个叫白虎的，多新鲜的一件事儿！那怕什么呢？他们有只白虎，我们还有只漂亮的白鸽呢。他们这是垂死挣扎。是的，听队长讲。阿华，你这就不对了。玲玲讲的非常对，蒋介石就是垂死挣扎。二师兄，你知道我是二师兄，要听队长的。玲玲说的对。现在说一下啊 ，AM 计划主要有3个内容：一、处决在押的政治犯；第2，转移银行库银到台湾；第3，潜伏大批特务，拉拢太湖地区的土匪，组建反共武装。行了，谁不知道似的？我们早就知道了，还用你说？下次你说。我说就我说。好了，为此师部已经来电了，让我们武装南下小分队主动出击，尽快营救关押在敌人监狱里的同志们。我认为，咱们可以从城防司令部顾苦军的副官杜老三那儿打开缺口。有道理。先从敌人的嘴里弄清楚我们的同志到底关押在什么地方，然后我们再制定合理的营救方案。行，你们俩定，我们俩执行。最近都没有看到你来跳舞呀，在忙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不忙着打扫卫生吗？有，看你讲的，打扫卫生这种事情，还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呀？你以为是抹桌子扫地呢？那你刚才不是说你要打扫卫生吗？不是家里的卫生，是帮助城东监狱搞卫生，把那些小偷小摸的呀都给清理出去，专门腾出2个房间关押政治犯。哪里来那么多政治犯呀？讲笑话！好几百呢，哪些是真的啊，哪些是假的，你分清楚。有38个是我已经圈定的。哟，那政治犯抓起来要判多少年啊？不判，中途杀掉。杀都要杀掉了，你还管那些事情干什么？那不是还没杀吗？啊，这啊要分清楚，到时候呢，等上面一声令下，就通通处决。不要讲。非常讲。陆副官，整个舞池就属你跟我夫人跳的最好，我是自愧不如啊。老狗，你懂什么呀？那是杜副官带的好。说笑了，说笑了。哎呀，这个男舞伴跳得再好，没有女舞伴的配合也是白搭啊。有一次这个百货商行的这个沈太太跟我一起跳舞，体重呢200多斤，那个腰啊跟水桶一样，一卡都能卡出油来。哎呦，跟她跳舞就如同跟一头站立的小母猪在一块跳舞。杜副官，杜副官是不是还穿着高跟鞋呀？他对，穿着高跟鞋的小母猪啊。杜副官可真风趣，来，共同干一杯。上级来了指示，让我们尽快解救关押在监狱里的同志。这是一份 AM 计划单中列出38名政治犯的名单，这38人
是敌人铁定要杀害的，都是我们党的干部和地下党的领导同志。上级明确指出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，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，尽快把他们解救出来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据了解，敌人正在把他们集中关押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他们屠杀前的信号，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说的容易啊，怎么做呢？监狱那么大，有那么多间牢房，我们的同志到底关押在哪几间？怎么弄清楚？这是重点。想个办法，混进去。怎么混进去？我倒有个办法，这样，我就到人最多的街上，我大喊：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”什么意思？我就说跟你这种没脑子的人没法交流。不是你想啊，我这么一喊，是不是就被抓进去了？抓进去了，我就能了解到里面的情况。到时候你去探监，我把情报交给你，这不就带出来了吗？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！逮进去跟混进去完全两码事，进去容易，出来呢，亏你想出来。就是的，到时候就变成先救你了，还怎么救同志们？当务之急就别管那么多了。哎，你们别争了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我们要认识监狱里的人，让他们想办法帮我们搞清楚，我们的同志到底关押在哪几间牢房。关同志，我认识里边的人。哦，我侄子在里边当医生，我经常给他送吃的。只要你把名单告诉我，要搞清楚这个还是不难的。吴妈，跟我说说，你侄子可靠吗？我老头子经常让我侄子给地下党传个信儿啊，递个话的，他从不出差错。好，吴妈，你帮我们2个忙。第一，搞清楚我们的同志都关押在哪几间牢房。第二，让你的侄子观察一下，有多少火力点，有多少岗哨，请他帮我们画一张图，交给你，转给我们就可以。行，没问题。谢谢你，吴妈。队长，听好了啊，上面来命令了，禁止探监，啊，没有特殊通行证，谁都不让进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队长，他是朱医生的婶婶。朱医生的婶婶？这朱医生送包子来的。不是说不让探监吗？怎么放人进来了？他不是探监，是给家属送东西。送东西？是送包子，还菜肉馅的呢。闭嘴！告诉你啊，现在再有人放进来的话，当心我怎么收拾你们，知道了吗？是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初大家已经看清楚了，我们的38名同志分别关押在4号、5号、6号牢房。这次营救行动是跟太湖游击队联合行动，现在最麻烦的是敌人有4挺机枪，而我们只有手枪和步枪，硬冲肯定会有巨大的伤亡。队长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带几个身手好的从后墙翻过去，吸引敌人的机枪火力，你带其他人从正门冲。你可以在游击队找几个战士跟你一块儿去，但是你伤没好，不能翻墙。不行，吸引火力会造成伤亡，还是应该先封住这4挺机枪。有道理。我们最少要搞2挺机枪，把敌人的机枪彻底封死，让他的机枪成哑巴。找枪的任务交给我。多少？2挺机枪？对，2挺。这你得让我想想啊。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钱呢，我真想要，可是没办法要啊。你想啊，这手枪和步枪总共有多少把？上面他不清楚。这机枪我总共才有6挺。上面知道的是清清楚楚，这要是少了2挺啊，那一查不就露馅了？哎，我说姚副官，这露不露馅儿，我看你得想办法。反正是啊，我给你钱要买机枪啊。不是，你给我多少钱要买机枪，我不敢卖呀。挣钱就是为了花得痛快，这要脑袋搬了家，这钱谁花呀？我这儿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，说来听听。这回啊，你借2挺枪给这位老哥儿啊？行，我看有门儿啊。姚副官，我就借1星期，哎，最多10天，
你说多少钱吧？不是，这事儿啊，你还得让我想想。我得向胡司令汇报一下。这胡司令啊，视钱如命，他要是听说是借枪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不过吧，就是那个我那份儿啊，明白。哎，咱们先庆祝一下。来，为了下一次合作，干杯！干杯！干！胡司令，这常老板借机枪，那就是为了报仇。你说你借他2挺机枪，他给你2根金条，这可是不伤皮毛的买卖呀！那有钱赚，这生意当然要做呀。俗话说，有钱就是爹，有奶就是娘嘛。行，那我跟常老板就把这买卖给他定下来。等等，这个常老板不会是共军或者游击队吧？要是这2挺机枪落到他们手里，他扛着机枪再来打老子，那可就是赔本的买卖了。不能吧？上次我按您的吩咐跟他做枪支的生意，那可是足足给了起码5根金条吧？那共党游击队哪来那么多钱呢？都是穷光蛋呢，是不是？倒也是。那他娘的，这个买卖到底做不做？这就像猴子捡了块生姜，扔了吧又可惜，吃了吧味道又不对，这他娘的！亮，也行，那就先见个面，探探底儿。是。太娘的！我们还要做到2手准备，一手接监狱，一手接刑场。我们的兵力跟敌人相比悬殊，必须有所侧重。所以大家最近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，做到随机应变。孙东，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阿庆，让阿庆通知太湖游击队。我马上去。好说好说，好，一言为定。胡司令，常老板来了。常老板，这是我们胡司令。久仰胡司令大名，我如雷贯耳啊！哎，哪里，坐。胡司令，我借机枪的事儿，想必姚副官已经跟你说过了。那我就不绕弯子了，一句话，借还是不借？爽快。你打算借多少天呢？肯出多少金条子？先报个价。我还是老话一句，1个星期不超过10天，金条2根。哎呦，不瞒常老板说呀，跟你做这个机枪生意，我胡传魁也是刀尖上舔血，那冒着险呐。哎，时间是没问题呀，不过2根金条肯定不行，至少这个数。多少？5根金条。我说胡司令，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啊，哎呦，您这要价也太高了吧？买卖是2厢情愿的事儿，你肯出这个价，咱这笔买卖就算成了。胡司令，我就是算买2挺新机枪，也不过2根金条。现在我仅仅是借一下，您就要我5根金条啊？2根金条，2挺机枪，市场上是有价无货呀。现在是兵荒马乱之时，这可是紧俏物资，明白吗？好好想想吧。听你胡司令的，就这么定了。胡司令，咱按照江湖上的买卖规矩，
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怎么样？好，宋哥，部司令，告辞。站住！站住！交水！站住！常队长，先进行事吧。给我站住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呀，同志。你要去哪里？哦，我是阳澄湖游击队的。啊，他是我的一个伙计，自己人，没事。哦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我们都是自己人。你这，哎，我是奉命进城给共军小分队的白鸽送情报的。白鸽？哎，什么白鸽黑鸽？我都不认识。我手里面掌握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，说的就是南京的那只白虎。白虎？嗯。好，那我送你去个地方。到那儿你准能找到他。哎呀，那就更好了，我可真找到咱们自己的同志了呀！不过，我得把你的两只手给你绑起来，把眼睛给你蒙上。哦，哎呀。帮，我懂，我明白，这是道上的规矩，就是共产党游击队也不例外。副司令，你说这要是常老板中了赖参谋的计，那他可就露馅了。嘿嘿，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司令，我认为常老板找您。常老板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快把他叫进来！是。哎，副司令，怎么没回去啊？还有什么事儿要商量吗？生意上的事儿咱们已经谈妥了。我回来见你和姚副官，是要有件大礼要送给你们，当个见面礼。呀，客气什么呀？什么大礼呀？副司令，姚副官，别着急，等一下啊。你看看，大家给送礼。副司令，这小子是共党。刚才我出门，正好看见你们几个士兵在那抓他，哎，正巧让我给碰上了，我就顺手帮你们把他给请回来了啊！现在我把他交给你胡司令啊。胡司令，千万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没事。没事啊，胡司令，我送个共党跟你去邀功，也不枉我们朋友一场啊！哎，我还有事儿，告辞。司令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你他娘个赖坯子，办共产党一定什么地方不到位，让人家给识破了。哎，我就认为我办共产党那都是很像的呀。你像个屁呀！你像，我看你像个嫖客。屁！我这次可是真的没有嫖啊！哎，司令，这回你应该相信常老板他不是共党了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好，不是好啊！那咱们做这笔生意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了。唐委员，这批政治犯一共38名，明天下午执行枪决，您过目。
金市长，我再强调一下，处决这38名共党政治犯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这可是 AM 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项任务。好，各位员请放心，出半点差错，您拿50问。看你的行动了。阳奉阴违，党国的事业全都会在这些人的手里。他要万一不听你的呢？他敢？关队长，据我们侦查，这次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们同志的刑场还是在衡山。能确定吗？城防司令部已经派人在那里挖坑做准备了。那他们以前呢？枪杀我们的同志也都是事先挖坑吗？以前倒不是，会不会是这次枪毙的人太多，他们提前做准备呀？不对，你们想想，这城防司令部的士兵有那么勤快吗？可要警惕敌人有什么阴谋。我同意郑玲玲同志的看法。你们俩一直都唱反调，今天怎么说到一块儿去了？啊，那是以前郑玲玲同志老盯着我，跟我过意不去。我哪有？我那是实事求是，有一说一，好不好？进来。金士长，来，郭老弟，坐。找我是不是？你看看这份名单。何时执行？哎呀，何时执行，那得听特派员的。金老兄好像不大满意啊。哎呀，面对着一只死老虎，我怎么敢呢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您说死老虎？顾老弟，你不会到特派员那去告我的状吧？您这话什么意思？特派员刚来，我只知道是个女的，连面都没有见过，我去哪里告你啊？哟，这就怪了啊！特派员说这次枪决38名共党政治犯，要慎之又慎，不得有半点马虎。这怎么跟你上次说的意见一模一样啊？这也许，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哟，那你们都是英雄，我成什么了？秦老兄，你太多心了，多心了。在我们东吴市，您是最大的英雄。哟，你顾老弟真会说话。关队长，快请坐。关队长，我们遵照太湖游击纵队薛鸿辉司令的指示，要我们太湖游击队全力配合你们小分队完成这次曙光行动，彻底粉碎敌人的 AM 计划。游击队的战士们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准备安排在城东监狱附近的各大街小巷。太好了。振东，现在由你向铁山同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计划。大家商量一下，制定一下劫狱计划，不能有一点疏忽。这是城东监狱平民事宜，我们的同志就被关押在这儿。明天处决政治犯的事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刑场设在哪儿？衡山东路。实际呢？就地原卖。大家讨论营救狱中同志的方式有2种，一种是劫监狱，一种是劫刑场。这2种方式都有可行之处，也有不足之处。刚才看了狱中的地形图和敌人的兵力布防，只要是我们有2挺机枪，应该说是监狱营救比刑场营救咱们的胜算更大一些。
明天下午2点钟，敌人准备押送我们的同志去刑场，他们生怕我们的小分队和你们的游击队去劫刑场，所以把大批的兵力都集中在了去刑场的路上和刑场周围，还特意从监狱调2挺机枪过去，这对于我们劫监狱非常有利。这中午12点了，是敌人吃饭和交接班的时间，监狱里相对要松懈一些，我们一定要吃准这个时间，把握住这个机会。好，那咱们就12点准时在监狱门口集合。听到第1枚手榴弹爆炸，咱们就按研究好的方案行动。游击队的战士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有的昨晚进了场，有的是今天上午化妆进场，他们都有落脚点和隐蔽的地方。大家给我听好了，谁出了问题，我找谁算账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过不去。铁山同志，还有事跟你单独商量一下。啊，喂，我是顾顾斌。我是关竹梅。哈哈，特派员，您有什么指示？根据 AM 计划，我们必须对38名政治犯进行处决。这个任务金市长已经传达给维直，我正在着手落实。有些细节我们还需要坐下来商讨一下，以免发生意外。您还有新的指示吗？一次性集中处决38名政治犯的方案不变。为了防止白鸽他们前来劫狱，你给我派1个连的兵力，加强城东监狱的警戒。对，特派员想得周到，我马上派兵前去城东监狱。好，今天下午，你和金市长胡司令到市政府开会。是。你把杜副官给我叫来。是。我是城防司令部的杜副官，奉命到城东监狱加强警戒，把门给我打开。是。打开。报告，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城防司令部副官杜老三率领1个连冲了进来。哦，难道这个顾古斌嫌他城防司令部管辖还小，要管到我们监狱来了？不清楚。喂，哎呀，顾司令，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？根据特派员的指示，我派了1个连前去你的监狱。他们已经来了，你不打电话，我还以为你派杜副官来接管我们监狱呢。遵照特派员的命令办事嘛，请见谅啊。咱们不说见外话，都是为党国效劳嘛。铁山同志，你说如果我们劫狱失败了，敌人会不会把我们的同志押送到衡山东路去执行？这个问题我考虑过，所以根据你的意见，我就把一部分游击队安排在了衡山。可是我觉得现在情况有点反常，敌人一般情况下是先枪决后挖坑，现在恰恰相反。你说他们会不会声东击西啊？这很有可能。但是敌人会把真正的刑场安排在什么地方，我们确实不知道啊。我们要防止敌人搞迷魂阵呢。为了确保这38名同志的安全，我们的行动计划一定要十分的周密。对，这38名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，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们，制定非常缜密的行动计划，情报一定要准确。现在离他们下手还有10多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必须知道他们有没有第2个刑场的情报。这枪决38名政治犯，那是2个指头是田螺的事儿，有必要开这个会吗？这共军小分队和太湖游击队，又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。金师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认为有没有这个必要，应该先听听顾司令和胡司令的意见。处决政治犯是 AM 计划一个重要内容，应当以慎重为上。不怕意外，就怕万一。胡司令，胡司令，问我吗？
写什么呢？我看看。啊，不，画了个土匪，一个土匪。啊，我的意见，当然和顾老兄是一样的。赵监狱长，你什么意见？我当然感觉很有必要，我举双手支持啊。不过金市长的话也没有讲错，处决38名政治犯，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啊。AM 计划可是蒋总裁亲自签发的，如果要是出了问题，怎么办？既然特派员这么重视处决38名政治犯，我看开这个会很有必要，很有必要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太高估了共军小分队跟游击队的几支破枪嘛！啊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你身为一个监狱长，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？出了问题你负责呀！还不向特派员认个错？他娘的，你他妈真不知道好歹！特派员，卑职错了，叩望海涵。算了，这事儿都是因为我的一句话引起的。特派员大人有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吗？下面我来部署一下处决38名政治犯的具体方案。怎么回事？杨副官，前面有个树挡路了，怎么办？树挡路了？下去移开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你把灯关了干什么？那摸牌怎么踩？打开。好。杨副官，实在太重了，搬不动，要不你下来搭把手？我养你俩干什么吃的啊？连个树都踩不动？走。那么小的小树都踩不动？进来。陆司令，昨天晚上太湖青桥指挥部姚强副官的一辆吉普车被游击队劫走。在处决共党政治犯的关键时刻，突然出现了这种事，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，绝不能让共军劫狱劫法场。是，根据司令传达特派员的指示，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表面上我们把刑场仍放在城西南的衡山东路，实际上把处决共党政治犯的地点给改在了。凡事应该多一个心眼儿，尤其是党国的非常时期，我们一定要保密。啊，杜副官，你还应该去城西北的关山看看，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是，司令只管放心。哎，监狱长，您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，喝多了被我们家母老虎抓的。这母老虎也太厉害了吧！哼，告诉你，老子吃这碗饭已经10几年了，我还怕他？哈！特派员要求我们把38名政治犯先押上2辆车，提前2个小时开走，还有2辆嘛。哦，空城计，笨蛋，这叫空车计。哼，即便共军小分队跟太湖游击队来劫狱，也叫他们押石龙康，空欢喜一场。哎呦！特派员金市长、顾司令、胡司令到，赶快请。他们去了牢房。去牢房了啊！去吧，告诉您，按计划准备，千万不能出差错，知道吗？是。
那我们走。金师长，请啊，请啊，警务兵泡茶。行了，不用了。走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报告特派员，根据你的指示，处决政治犯的准备工作已经安排完毕。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请放心，不会有差错。有困难就说。金师长，请放心，没有困难。我认为，处决政治犯的刑场上1个连的兵力不够，我需要再调1个连的兵力。特派，我已经派了1个连的兵力前去衡山警戒，摆足了阵势。要不要老子也派1个连去？特派员，你看有这个必要吗？城东监狱我们放了1个连的兵力，可以说是森严壁垒了。衡山上，我们放了1个连的兵力，表面上看是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共军小分队和太湖游击队，实际上我们摆的是空城计。至于关山刑场上的情况，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了。其实我看枪毙38个政治犯，有城东监狱1个大队的狱警就足够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千万不能有丝毫的大意。特派员，处决38名政治犯，我们监狱1个大队的兵力足够了。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？出了差错，我用脑袋担保；如果出了问题，枪毙我。这个话可不能乱说。金师长、顾司令、胡司令都坐在这儿，我给你1次机会，你这话可以收回的。我就不信白鸽小分队跟游击队真是神出鬼没。如果在枪毙38名政治犯时出半点差错，我绝对用脑袋担保。军中无戏言。大丈夫一言九鼎。他娘的，这小子还真有点男子汉气概啊！但愿能够如期完成任务。这么点任务完成不了，简直是笑话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刘妈，帮我叫一下刘妹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去。队长，什么吩咐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龚经理和夫人去关前街上买东西了，我一个人无聊，就溜达到这儿了。哎呀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身边，那一定得有一个护花使者才对吗？你别提了，我本来跟那个司机一块逛街的，谁知道转了条街，连个人影都找不到。陆副官，要不你不用逛街呗？呀，不行，还得公务在身呢啊！那天在百乐门舞厅，你亲口答应我要陪我逛街的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？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？我杜某说话是最算话的了，这不是关键他有公务在身啊！改天，我不管，今天你说的粗鲁，我就放你走；说不出来，你就不用走了。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要去忙什么啊？根据上峰指示，要对共党政治犯用。哟，还跟我神秘兮兮的。这明天要在衡山处决政治犯的事，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。我还听茶馆里的人说，你连坑都已经挖好了。那你还要去忙什么？你总不会故意找理由推死我吧？不，你想想看，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大姑娘，那谁不愿意陪你逛逛街呀、喝茶呀？是不是？但是确实公务在身嘛。你到底要去忙什么啊？真是无聊死了。我要去城郊的关山。关山啊？关山有什么好玩的？玩什么呀？去关山执行公务。执行什么公务？你又要故意搪塞我？这样，我忙完这一段啊，我陪你3天3夜都行，好不好啊？那这次说定了？说定了啊？好吧，下次你可一定要陪我啊！啊，等着我啊！
拿好了吗？老板，哎，上一次开的那2飞药抓好了，抓好了。哎，这边，好，给钱，好，拿好啊。你照顾一下。 上哪去？城北有个病人，我急着出诊。那你已经被禁言？难道你要硬闯？不，老总，我可没硬闯。这病人救人如救火呀，老总，他等着我去给他治病呢啊！难道是郎中？哦，不是，我已经行医10多年了。看倒不像是个郎中，倒像是个共党。什么？谢谢共党？不，我没说我是共党。你看我像吗？你看，还有枪！哎，老总别误会，别误会。老总，这不是枪啊！来看看，是眼镜盒。哎，这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？这里边全是药。来看。哎，老总，你看，你看你行个方便啊，行个方便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您坐会儿，我去喊他们。好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队长，情况有变化。据情报说，敌人把刑场改在了关山了。我在来的路上看到敌人加强警戒，严密盘查出入的行人，情况危急。我只好把情报吞在了肚里。你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这样，阿庆，你再出去打探一下，一定注意安全。你放心吧，去吧，来，我走了。大家坐吧。看来我们要随机应变，营救我们的同志。根据各方情报证实，敌人肯定将刑场改在了关山。我们必须采取第2套方案。为了麻痹敌人，我们应该在城中的监狱先佯攻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集中力量去关山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对。可是听常铁山同志说，还有一部分的游击队员在城西南的横山上。为了防止敌人派重兵去关山，我们应该……阿华，你去城西南的横山跟游击队联系，完成任务以后，在城外的3岔路口见面。是。一定注意安全。明白。振东，你去关山观察一下地形，然后也在城郊3岔路口见。好。去准备一下吧。你跟我去找游击队的常铁山，商量一下实行第2套方案。好。大家都看到了吗？一会儿我给大伙发枪，高兴不？高兴。把枪发在你们的手里边啊！这枪就是你们的生命，要好好的保护它，爱护它。到了战场上，多给我消灭几个敌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喂，找我们经理。你哪位？姚副官。您稍等啊。姚副官，我们经理来了啊。喂，好，姚副官，怎么，是不是金条到手了？要请我这个中间人吃饭呢？别这么客气。啊？连枪带车一块丢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呀，那今天恐怕不行啊。今天我约了一个香港的客户，对，明天我有时间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查一查是什么人干的。我相信常老板的人品，不会为了这么几根金条干这么缺德的事儿。好，明天老地方见。常大哥他也一定会来。好，再见。
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一定注意安全。是。出发。大叔，大师哥，老总，司组长让我们给送菜的。送菜的啊！哎呀，老总来抽烟，我要给老总放烟。别人们，共进节日，吃完了，我进攻！一排往东，2个往西，上面给我！喂，我是城防司令部司令。喂。我是班政委，有什么事你说。他们来，我找顾司令。顾司令，这杜老三太不像话了吧？居然不肯对我汇报。副官，你是向特派员报告。是。特派员，游击队来劫狱了。来了多少人？至少得100多人。100多个人？游击队总共才几十个人，怎么会来了100多个人？好几挺机枪的，再不来的话，监狱就完了。你赶紧给我顶住了！半小时之内，我会让共军发兵增援。是。看来，共军真的是中了我们的圈套了。特派员料事如神，佩服，佩服。嗯。给我！半小时上，给我走！对不对？跑得比他们兔子还快。喂，特派员，不用增兵了，游击队这帮土豹子被我给打跑了。打跑了？对，游击队这帮土豹子啊，不堪一击，这一打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哼，现在啊，外面是1个人都没有。你真的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这帮土豹子哪经得起我们正规军打呀？好，你干得好。我觉得这共军劫狱就这么被我们打跑了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不行。我感到有点奇怪，这里面是否有诈？会不会是共军他们声东击西搞佯攻？特派员飞行队有可能是共军的佯攻，那就是说我们的情报泄露了。什么露出来了？啊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可就麻烦。顾司令，必须马上增援关山刑场。副官，你马上派1个连队兵力前去关山刑场增援，必须在30分钟之内赶到。监狱长老赵不是自己带了1个队的狱警前去增援了吗？执行命令，贻误战机，军法从事。是。他娘的，谁他妈不执行命令？我都疯了！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
么你没听见？没看见举旗吗？我再说一遍啊，路障给我挪开了！还没检查，路障怎么可以移开？笑话！别说你们这种下级军官，就是顾司令、胡司令来了，一样要检查。哎他妈的！兔崽子敢这么放肆的？宪兵队是秃子撑凉伞，无法无天了是不是？我看你就是关我枪快！再说一遍啊，我是去关山执行公务，把路障给我挪开了。哎，弟兄们，下车！下车！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了是不是？路障都给我挪开了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就你们这些人都成马蜂窝了。你们仗着人多，敢这么对待我们宪兵？我是教训你，让你长长记性，不把我们城防司令部放在眼里是不是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吵起来了啊？报告中校，这些人不接受检查，硬是要闯过关卡。你们是哪部队的？我是城防司令部的副官杜老三，前去关山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军务在身，不得不这么做。我们也是受特派员的指令在这设卡检查。为了确保关山刑场的安全，特派员指令啊，任何车辆和闲杂人员都不能过关。这位长官啊，城东监狱刚刚遭到了游击队的突然袭击啊，特派员命令我率上一个排啊，前去关山支援。这么说，你是城防司令部的啊？那你还让你的手下拿着冲锋枪对着我们宪兵队？这不是着急吗？赶时间呀！啊，这争取时间，要不然这共军和游击队可……你这是在帮共军和游击队的忙吗？这不是啊？放下！放下！对不起了，长官。杜副官，你军务在身，我也军务在身，我们在执行任务，所以履行检查，这是必须的。长官啊，时间可不等人，能不能快点？这特派员的命令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我们的任务是防止共军和游击队蒙混过关，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力嘛。说得好。你们两个给我在这儿好好照顾一下这位杜副官。是。我和弟兄们过去看看他们队伍中有没有共军和游击队。等等，这些弟兄们，那可是跟我出生入死好多年了。现在是军情危急，不得不防啊！啊！我列好队，接受检查。你们这些共党分子们，听好了，今天死也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可以告诉你们，前来救援你们的共党游击队，也许现在去了城东的监狱，也可能去了城西南的河山。他们万万不会想到，你们今天会在这里关山，而且我赵水彪亲自送你们上西天。听这位长官的，列队，有请，立正，向后转，向后转，队长，哎，都不许动！我们是太湖游击队的，来了，不许动！谁敢动，我今天送他去见阎王！快命令你手下放下武器！副官，你不是很会算时间吗？我让你30分钟赶到关山刑场，我现在给你5秒钟的时间，让你的部下放下武器。要是超过5秒钟，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。我告诉你，我杜老三没有叫部下放下武器投降的习惯。哼，没这个习惯。不管我告诉你，我也有个习惯，就是不允许别人不服从我的命令。
1、2、3、4。对吗？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打死不如赖活的吧？副总官，你现在听我的命令，带着你的部下在那边站好啊，不许回头，在那好好的给我待上30分钟。谁要是敢回头，我一枪就崩了他。说好了，我走开场啊！你放心，我们优待俘虏一个都不差。快点，弟兄们，向后退！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坐好了，快收拾武器，上车！快点，捡起来！谁回头，我一枪打死他！开车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预备！市长，还是没人接。你亲自去把他们从家里头一个一个都提溜出来。是。这群混蛋、王八蛋！哎，我说丁秘书，不就是抢走了几个政治犯吗？天又塌不下来，用得着这么着急吗？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胡司令，让你们少玩了好几个小时。嗨，我是可惜了我那手好牌了，清一色一条龙听仗了，胡369桶。说实话，别人点炮我还不胡呢，老子非自摸去不可。你可别说，还真是可惜了这手好牌啊！可不是嘛。队长，吴司令和顾司令。队长。二位老弟，跟我说说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为什么不说出个理由？
今天晚上谁都别想回去。其实啊，我在监狱勘察现场处理后事，不知道您给我打电话。那么你呢？我查岗了。查岗？查什么岗啊？就是那岗啊，岗啊，岗什么？该不是岗上开花吧？哎，你咋知道了？我是在搓麻将呢。那我也不知道你深更半夜的会给我打电话呀。哎呀，我说胡司令啊，我可是真服了你了啊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然还有心打麻将，我真不知道你心里都想什么了，你都。我还在想自摸呢，你。哎呀，无药可治了，这无药可治了，这。不，你这大半夜的找我们来，不会是抓我们打麻将吧？不，有什么事儿你直说不就得了？你是，其实啊，有事说事吧。啊，对呀。这次处决政治犯，我是真小心到家了，临时改变了计划，把执行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。共党是反对，而且他们把时间算得那么准，如果没有内奸配合，他们能办得到吗？今天把你们2位找来，就是要把共党的内奸给我查出来了。对，副司令应该查出来。啊，对，不是交出来，因为我敢肯定，这个内奸就在你们的身边。金大哥，只要你说出这个人是谁，我马上把他交给你。混蛋！你看我都这么听你的话了，那你还让我怎么样啊？你把谁交出来，难道是我应该说的吗？我说的肯定一点，是为了增强你们查找这个内奸的信心。这回该听懂了吧？懂了。哎，不过还有一件事我不大懂，不懂就问。如果查出来的结果他没有内奸，那还要不要交人？那就把你自个儿交出来，滚！事情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？不是游击队干的，就是水伙帮所为。你说你们俩生哪门子气啊？自家兄弟。我现在不管是谁干的，我就想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去送气枪的啊？他们又不是神仙，要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儿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？啊！我说姚副官，你这话里有话，有话你直说。你是不是怀疑那是我们干的啊？那不是你们还能有谁呀？当然不是我们干的。怎么就不是你们干的？你说是谁干的？好了，哎，少说一句啊！坐。特派员，你能肯定这次劫狱和4名渡江过来的共军有关吗？我当然肯定了。先是攻监狱，后是劫刑场，手段实在是太高了吧？特派员好像很佩服他们。我们党国要是能出几个这么有胆识的人，该多好啊！说的没错，我们这儿饭桶草包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东吴市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可是这4个共军却逃得无影无踪。金师长，这个事我该问你吧？这样下去恐怕不行。我看，我们还是先把4个共军的身份搞清楚，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抓到他们。不抓住白鸽 ，AM 计划别想过时。你就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吧。像你说的那样，把4个共军的身份给查清楚了。好，我给游击队来一个狠招。张大哥，你这话说的可就太不够朋友了。啊，姚副官是那个意思吗？他肯定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因为了解你们2个人的为人，我才愿意做这个中间人，管这个闲事儿。姚副官哪会怀疑你呢？是不是姚副官？
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哎呀，快给姚副官赔个不是，姚副官是何等度量，不会跟你一般见识的啊。姚副官，是我多心了啊，对不起啊，别生气。哎呀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说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啊？我估摸着，水火帮那帮人穷得快掉渣儿了。你想想，他们什么不抢？穷得山穷水尽，揭不开锅了。见什么抢？他们可能是奔着汽车去的，哪想到车上还有2挺机枪呢。对呀，他娘的，这回可让他们占便宜了啊！姚副官，其实这事我心里也不舒服啊。你说说，你的东西被人抢了，哎，这事你总得过来跟我说一声吧，害得我和弟兄们在芦苇荡里等着你天亮。当时我都快急疯了，我哪还知道你在芦苇荡里等我呀？啊！啊，行，咱现在不说这个了啊，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跟司令交代吧。姚副官怎么交代啊？装糊涂，不说完了。借机枪的事儿啊，司令是知道的。他要是知道我借了机枪又没拿到金条，他能放过我吗？啊？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姚副官，看来这件事情咱们只能4人倒霉了。但是你不能等胡司令来查呀，他一查，你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那就显得太被动了。这事你得主动报告给胡司令，就说查枪的时候少了2挺枪，他一查，保证不会回。懂了？哎呀，这是贼喊捉贼呀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变得聪明，聪明。